薄荷叶为什么还没开播就已经让观众疯狂上头？最近的短剧圈真的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各种都市甜宠、豪门虐恋、极限拉扯层出不穷，但真正能在预告阶段就掀起讨论热潮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而薄荷叶却偏偏做到了。从第一支预告释出开始，这部剧就迅速冲上了短剧热议榜。有人是冲着剧情来的，有人是冲着豪门疯批爱情来的，但更多观众其实是为了一个原因：王楠和朱小雪终于再次合作了。对于喜欢短剧的观众来说，这两个名字绝对不陌生，尤其是在《侍女寄生》之后，他们几乎成为了高甜加高虐组合的代名词。那种看似克制却暗流汹涌的情感拉扯，那种明明互相深爱却偏偏谁都不肯低头的氛围感，让无数观众一边喊虐一边又停不下来。而这一次，薄荷叶显然想把这种情绪推向更极致。薄荷叶这3个字其实很特别，薄荷本来应该是清凉的、干净的，带着一点治愈气息，可偏偏叶字一出现，整个氛围瞬间就变了。它像是凌晨2点的街道，像是下过雨后的城市霓虹，像是2个彼此深爱的人在最清醒的时候选择互相折磨。这种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危险的浪漫。而从目前曝光的剧情来看，薄荷叶也确实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甜宠剧，它更像是一场成年人之间的情感博弈。王楠饰演的周志礼一出场就是典型的豪门上位者气场，冷静、克制、城府深。他说话不多，但每一个眼神都像在压迫对方。这种角色其实非常难演，因为稍微用力过猛就会变成油腻霸总。但王楠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特别擅长演那种表面冷淡实际疯得可怕的男人。观众会发现他很多情绪根本不用台词表达，一个抬眼，一次沉默，甚至只是手指轻轻敲桌子的动作，都会让人感受到角色隐藏的占有欲。而朱小雪饰演的许四意则完全不是传统小白花女主，她不软弱，也不依附任何人，她像带刺的玫瑰，明知道靠近周志礼会受伤，却还是一步一步走进那场危险关系。这种男女主设定其实特别容易产生化学反应，因为他们都不是恋爱脑，他们会互相试探，会互相拉扯，会嘴硬，会误会，甚至可能会互相伤害。可偏偏越是这样，观众越容易上头，因为真正让人欲罢不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明知道危险却还是忍不住靠近。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太有 CP 感了。有些演员演情侣只是在演，但有些演员站在一起，观众就会自动相信他们之间真的发生过故事。王楠和朱小雪就是后者，尤其是在《侍女寄生》之后，很多观众一直都在等他们二搭，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稀缺的东西，成年人的情欲张力，不是单纯撒糖，也不是工业化恋爱模板，而是一种带着压迫感的暧昧。比如预告里有一个镜头，周志礼站在许四意身后，低声问他：“你到底想逃到哪里去？”明明只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可因为王楠的语气和眼神，整个氛围瞬间危险起来。而朱小雪的反应也非常绝，她没有立刻回头，只是微微停顿了1秒，就是这1秒直接把情绪拉满。很多网友都说，他们不像在演戏，像真的爱过。其实对于短剧来说，这种真实感太重要了，因为短剧节奏快，剧情推进速度非常密集，如果演员之间没有火花，观众很容易出戏。但王楠和朱小雪偏偏最擅长制造这种呼吸感，他们不用刻意发糖，
观众都会自动脑补后续剧情。很多人第一眼会觉得《薄荷叶》只是豪门甜虐短剧，但仔细看预告之后会发现，它其实藏着不少更深层的情绪，比如控制与反控制。周志礼看似掌控一切，但实际上他可能才是那个最没有安全感的人。而许四义虽然处于弱势，却偏偏拥有让周志礼失控的能力。这种关系其实特别有戏剧张力，因为真正高级的爱情从来不是谁征服谁，而是两个同样孤独的人在互相拉扯中逐渐暴露自己的脆弱。尤其是现在很多短剧都喜欢用无脑撒糖吸引观众，可薄荷叶明显不是这个路线，它更偏向情绪流，观众会在里面看到爱与恨交织，欲望与克制并存，清醒与沉沦反复碰撞。这种氛围其实很容易让人上瘾，因为它不像童话，更像现实里的成年人爱情。这几年短剧行业发展特别快，以前大家追短剧更多是图爽，剧情越狗血越好，反转越夸张越好。但现在观众口味明显变了，大家开始更在意演员有没有演技，剧情有没有情绪价值，人物是不是真的立得住。而薄荷叶之所以未播先火，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一件事：观众已经不满足于套路化甜宠，他们更想看有情绪浓度的作品。而王楠和朱晓雪刚好特别适合这种类型，因为他们的表演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尤其是那种明明知道不应该爱，却还是控制不住的感觉，真的太戳人了。很多观众现在最期待的已经不是吻戏了，而是两个人真正撕破伪装的时候。因为从预告来看，这部剧很可能会有大量高浓度情绪戏，比如误会，比如决裂，比如压抑到极致后的爆发。而这种戏恰恰是王楠和朱晓雪最擅长的，他们演哭戏的时候不是单纯掉眼泪，而是会让观众感觉角色真的快碎掉了。这种感染力在短剧演员里其实非常难得，所以很多人都说薄荷叶很可能会成为今年最有讨论度的都市短剧之一。它未必是最甜的，但很可能是最让人上头的。其实答案很现实，因为现实里的成年人早就不相信童话了，大家更容易被那些带着遗憾、拉扯、占有欲、失控感的爱情吸引，因为那种情绪更真实。薄荷叶最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刻意把爱情拍得很完美，反而让人物都带着缺陷。可偏偏这种不完美最容易让人共鸣。也许很多观众喜欢的并不是周志礼这个人，而是他那种即使失控也还是只偏爱一个人的感觉。同样的，大家喜欢许四义，也不是因为他柔弱，而是因为他明知道会受伤却依然敢去爱。这种情绪其实特别戳成年人，因为现实里真正勇敢的从来不是不怕受伤的人，而是明知道会痛还是愿意靠近的人。目前薄荷叶虽然还没有正式开播，但热度已经完全挡不住了。王楠和朱晓雪这次能不能再次创造现象级 CP？ 周志礼和许四义之间到底会迎来甜蜜结局还是虐心收场？也许只有等正片上线之后，答案才会真正揭晓。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许四义，你会选择靠近周志礼这样危险又深情的人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如果你也期待薄荷叶，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我们一起追剧不迷路。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